你有沒有發現這幾年身邊越來越多的台灣企業，不是已經在海外設廠，就是在前往海外的路上呢？這不是錯覺哦，台灣企業展現了強勁的跨國投資動能。其中呢，美國以39% 的比例成為台商單一國家的投資首選，越南還有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則是台商跨國投資比重最高的一塊板塊。這股台企出海潮的形成，事實上它的關鍵原因之一是受到貿易戰火波及，高達44% 的台灣企業領袖現在更把關稅視為一種高度的威脅。那麼當利潤被關稅層層吞噬之後，企業為了要避險，供應鏈的邏輯已經從過去的中國+1全面轉向為在地供應。然而真正踏出國門之後，又是一場充滿未知的全球生存戰。天下觀察，台灣企業在出海過程中最常會遇到3個致命的痛點。第一個痛點很直覺，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做，只能從零開始去摸索。其實很多台商呢，剛去海外設廠的時候，當地法人資格都還沒有拿到，就面臨到 IT 設備原廠授權無法交貨，跨國發票開立卡關的窘境。另外呢，也有企業在美國、墨西哥的沙漠周邊，或者是越南偏僻地區建廠的時候，連最基礎的水電啦，還有門禁跟機房落電都不曉得要找誰來做。第二個痛點是嚴重缺乏資源的問題。在國內，整體的產業環境正處於資源極度緊縮的發展階段，有高達52% 的台灣 CEO 把關鍵技能人才的取得列為頭號威脅。如果沒有強大的跨國生態系居中協調跟調度，海外專案的交貨還有驗收，可能根本就遙遙無期。最後一個風險則是資安，傳統防火牆與靜態權限已經擋不住駭客的橫向攻擊。駭客深知企業贖金付得起，但是停工是停不起的。一旦海外產線發生資安事件，那直接導致的就是產線停擺與交期延宕。而更殘酷的現實是，這個事件發生的當下，台商往往在當地根本找不到懂自己的夥伴。而面對這3座大山，到底該如何突圍呢？天下特別邀請到台灣資訊服務業龍頭來為我們解析精誠是如何協助台商成為企業出海的數位策略夥伴。我想精誠在台灣累積了有4萬多家的客戶，數位力已經是成為企業的競爭力。我們提供了雲網端軟硬數據資安 AI 的所有的整合跟應用。那尤其是針對台商出海，可能在短期之內他需要面對的當地環境的相關的一些問題。這2年我們建構了全球 IT 服務的生態圈。那包含近年來我們在新加坡也成立了 Systex Asia， 也是精誠的東南亞的總部。現在大概有超過250位的夥伴們，也是多國語言的人才，從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到越南都有我們布局。去年我們也在美國成立了一個服務據點，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能夠在台商所到之處，他需要的這些數位的服務能力，精誠都能夠完整的來提供給他們。我們有個台商夥伴他在東南亞設廠，你在設廠其實就是要夠快，他也面臨了幾個問題啦，尤其是像數位科技服務的一個部件的部分呢，其實當地當然有，可是呢語言的問題，它還沒有 legal entity， 還有出貨的問題，對總部的 IT 架構不熟悉的問題，精誠其實都非常清楚，所以我們提供的全球 IT 服務一條龍的服務，其實都是能夠幫助台商來解決這些問題。那所以我們也結集了超過200位的這個產業領域專家，也就是說我們的海外 PCM 團隊能夠直接來承擔這個跨國的 IT 服務的這個重擔。我們一個客戶，他是同步在從日本到新加坡、印尼還有澳洲設廠，初期當中他也沒有辦法馬上去取得相關營利事業登記證，但是部件的工作是不能停滯的。那精誠怎麼來提供這樣的全球 IT 服務？我們自己有一個服務的 SOP， 我們幫客戶做到先交貨後啟用，來提供台商如期交貨，建廠的時間不會因為數位服務能力不足產生延緩。本身我們就是一個生態
整合者包含我們自己生態圈資源的應用，包含生態系夥伴的連結。最後呢，我們不斷幫助我們的海外客戶呢，縮短了30%的專案時間成為他們未來在海外成長曲線最重要的力量。剛剛提到這麼多，包含從跨國的 IT 專案當中，我想技術能力只是一個入門的這個票券而已所以真正的挑戰其實是技術之外的。我舉個例子，我們協助一家重要的半導體商那整個專案的經營當中，那因為這個供應鏈斷貨的問題，所以沒有辦法如期到位。一般的服務商往往都是等待，或者是準備要做分包。但是精誠選擇不一樣的路徑精誠有全球 IT 服務的機制，提供了一個 CVD 的一個服務。那 CVD 的團隊呢，其實大概就是商流、物流跟金流的一個整合团隊。精誠具備了雲網端軟硬數據資安跟 AI 完整的一個生態連結跟服務的一個量能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再特別的去轉分包，讓台商這邊是一個 one stop shopping， 那也大幅加速了交付的效率就這個 CVD 的機制，我們不只是一個技術的執行者，而是能夠幫助台商在海外布建的過程當中解決相關的這些問題。我們透過生態的整合、跟生態的連結、跟生態的合作來幫助台商取得它相關的這個數位資源。前 Google 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就曾經提醒，企業出海時要記得跳脫島嶼思維。企業如果想要真正的走向國際，需要的不再只是會講英文的員工，而是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國際化營運人才。這正是為什麼精誠資訊不只在台灣生根，更積極在東南亞等地建立國際化的人才庫，廣納印尼、馬來西亞等在地專才的原因。精誠提供給企業的不單只是數據協奏生態服務，更幫助企業跳脫島嶼思維，補齊了國際化人才與跨國生態系這塊最難拼的拼圖。跳脫海島的框架，善用生態圈的集體力量，台灣企業的跨國艦隊才能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驚濤駭浪中，穩健地駛向新藍海。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見。